梦，我洗完了，轮到你啦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肚子不舒服啊？虽然我还有2个季度的广告商要续约，我们家涨粉情况又不太理想，陆西潇又是最有流量、最有名气的最佳人选，但是要是我朋友不同意的话，他拿现金入股我也不答应。而且他的条件是让你到场。哎呦，文文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你千万别去。毕竟工作是为了生存，你才是我的真爱。都行，你选吧。好。之前我看那些搞艺术的，多半都是靠特立独行的装扮，可这位还要无需技巧，就是硬帅。不光是帅，我还听说呢，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企业，至今还单身。哎，这不是妥妥的钻石寡王吗？这种人怎么可能还单身？要么就是联姻对象不想太张扬，要么就是女朋友太多，哪个都不愿承认。好，低头看地面。帅呀！好，不错不错啊。嘿，你居然来啦！你也不告诉我一声。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好的，好看我这边。对，好嘞，1、2、3 ，OK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梦醒时分，我是顾梦。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一位集知名、神秘、个性于一体的大帅哥，欢迎我们的大画家 L。大家好，我是 L， 很开心来到梦醒时分。大家都知道 L 的画作都非常的受欢迎，但您本人却很神秘低调。将这次的采访首秀送给我们梦醒时分，真的是非常荣幸。你们也不用太客气，毕竟你们给的真的很多。那据我们了解啊 ，L 您很多年前就去了海外学习和发展。那这一次我们在这边办画展，是想把事业重心全部转移回国吗？其实之前没有这个打算，但是最近有在考虑。那是什么改变了您的想法呢？因为这边有一个欠我债的人，这次回国我发现他过得还不错，所以我现在正在考虑，要不要把这笔债讨回来。我们的 L 真的是非常幽默啊，一句话就勾起了我们所有人的好奇心。我没在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那我们回归作品的本身吧。您的画作多以抽象的形式来表现冬季和雪景，笔调灰暗，笔触又很破碎，画面中又隐隐有着一些不完整的留白感，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孤独、遗憾和痛苦。那这种独特的画风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其实我一直不是很喜欢冬天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冬天失去过对我很重要的人。直到后来有一个人的出现，他让我觉得冬天也可以是很美好、很幸福、很温暖的一个季节。后来这个人又亲手把我推回了深渊，所以我对冬天现在剩下的印象就只有痛苦、遗憾、错过。画风可能就是这么形成的吧。非常感谢 L 愿意为我们分享这个背后的故事。那下一个问题，
很多观众和艺术爱好者都特别关注。听说您珍藏的初雪系列画作已经有2部问世了，那请问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它的全部展出呢？应该不会太久。哇，那我们是非常期待了。怎么采访没做完自己跑出来了？你心虚了？我出来透口气儿。周，你跟我分手这10年里，有没有一刻后悔？ 1分钟都没有。行。干嘛呀？你不是想进那个27项目组吗？现在只有我能成全你，我只给你1次机会。错了，下车。 快！我自己会走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给我当模特，配合我，我就让你进项目组。站过去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了吗？ 我要你给我当模特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。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 让你当模特只是顺手，你不会以为你还能给我带来灵感吧？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听这些吗？不过如此。周婉。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这么理直气壮的？啊！当年的事掰开了揉碎了，都只有你对不起我。你有什么资格？啊！你想要怎么样？我想要怎样？ 我需要你来做我的特助，配合我的工作。我答应你。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，
你就非得去嘛？这不是狼入虎口了？这是我欠他的，我要是不去，他还会纠缠我。你的橘子。过来人提醒你一句，纠缠带来的只会是沦陷，不会是了解。这离过婚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哈。我冷静期，我还准前期呢。准前期再告诉你一句，虽然我有时候是希望蒋帆过得不好，但是我真要是遇到他，我就绕开走。这路西修了不开吧？他对你应该还有感情。就算有，也就是恨我吧。他怎么样我无所谓，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要做的事情跟他冲突吗？冲突。有多冲突？比这还抓吗？那简直不是人做的事了。所以你才爱看啊！哇！别动，我要看。该搬上去了啊！你是人吗？我刚被分局遭受情敌打击，你把我赶出去睡大街？你的婚房不是还没卖呢吗？那是空的，里面啥家具也没有，那能住人吗？不，你真舍得赶我走啊？旧网要搬进来，赶紧走。你说真的？降维打击啊！有人被清场，无家可归；女友一来，兄弟拜拜。阿笑，别放过他，他欠你的，这么多年也该还了。小六，哥哥走啊！陆小比你还狗啊！以后照顾好自己。如果你曾见过我眼里的萤火，我想你就能懂得拥抱黑暗的缘由。明天过来，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却又害怕收回手。以什么样的身份？特助吗？以女朋友的身份。周末行吗？我得收拾一下。最晚后天。好。也许是你的眼里拉住了我，没失控。当你不经意经过我，我才终于学会坠落。数不清，抹不去，来不及，所以我只能向你追去。太绚丽，太孤寂，没关系，我相信这种相遇。降落在银河系的废墟。有人匿名举报说，这些年陆总跟博兴的关系过密。我这两个孩子斗了很多年。虽说是不太体面吧，但是对我们蓝月集团的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。竞争嘛，永远都是推动进步的发动引擎。让他们去斗吧。要是连竞选一个2期的总负责人都要闹到我这个地方来，
我看将来蓝月对他们也没什么指望。是，那关于2期总负责人的票选，今天下午正常进行呗。可惜呀，阿萧的心不在这儿。要是阿萧能回来就好了，我就能省很多的心呐。这正好是我要跟您汇报的第2件事。阿笑他回蓝月。什么？阿萧回来了？对，这次正好是阿笑带领顶上大刀阔斧地改了标书，所以获得了2期竞标的成功。回来好，回来好啊！他前几天还跟我说，他没有兴趣啊，怎么就突然改变了想法啊？我再强调一遍，度假村1期是我亲手带着建起来的，至今都在为公司创造不菲的收益。说白了，蓝月集团走到今天，度假村1期功不可没。这一点，各位股东，你们承认不承认？放眼蓝月，还有谁能够比我更有经验、更有资格成为2期的总负责人？陆总，您是不是忘了，去年1期度假村那场大火导致整个季度亏损了上亿？今年度假村的代言人合约上又出了问题。正如您所说，1期度假村占据蓝月总收益的30%，但是维护的同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、财力和精力。1期是离不开您啊，陆总，但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，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会不会风险太大了？打造如此庞大的项目，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各个环节知根知底的合作方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可没有试错的成本。墨守成规是无法打造与众不同的。平川已经有了一个蓝月1期，不需要再造一个2期作为复制品。依我看，董事们心中自有衡量，咱们也没必要多费口舌了，投票吧。话都说完了，该说的都说了，那就正式投票吧。抱歉啊，各位，来的有点晚了。哎，不晚啊，正好在投票的时候。行，那既然这样投票，我就先简单说2句。咱们这个1期的度假村项目呢，已经过去了快20多年了。在这20多年里，时代在变，市场也在变，消费者的需求跟喜好也都不断的在改变。过去这个1期项目的成功，经验固然宝贵，但是我认为，想要给2期的项目注入新的活力和更多的可能性呢，只有不断的求变。以上就是我作为2期项目的总监，还有蓝月集团的股东的一些看法，大家可以自行投票。投票吧。我已经好久没见你爸这么失态了。你看刚才黑着张脸，摔摔打打就走了。恭喜呀！以后我可终于在姑姑统领下讨饭吃了。少跟我来这套。不过说实话，真的要谢谢你，董事们深知你在老爷子心中的地位，所以这次如果没有你的支持，不一定能获胜。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儿而已。小陆总，陆总想见你。陆总，小陆总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
你可真香啊！一回国家也不回，家人也不见，一出现胳膊肘往外拐，公然跟我作对是吧？说的好像跟这10年来你管过我死活似的。你要是真在乎，你就不会不知道我今天回来了。还有今天投票这个事儿，不是针对你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只是理性的判断跟客观的分析。理性的判断跟客观的分析，你不是针对我，针对谁呀？啊，你要是有骨气的话，你就别掺和进蓝月的事情来。你以为你从国外回来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吗？你不就是为周婉那个女人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在国外长大了、成长了，长得像个大人一样，搞了半天绕来绕去，还是为一个女人。我也以为这么多年了，你的爱好能有点变化，绕来绕去搞了半天，还是为了让爷爷高看你一眼。你混账！谁让你有这么大的底气跟我说话的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是真的要跟我对着干什么？好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说你我父子联手的话，现在蓝月早已是我们父子俩的了。我对蓝月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最不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蓝月。今天造成这个局面的结果，只有一个原因：你的能力不够，谁也赖不着，用不着在这拿我撒气。还有，我也提醒你一句，我不是当年那个小孩了，啊。陆总，江燕来了，你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哎，看来您现在不适合聊工作啊。有什么事你说吧。我进蓝月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什么时候能正式介入工作？你不去找我，我也会找你的。公司度假村2期的项目已经完成竞标，马上就要启动了，由总部的执行副总裁陆启兰任总负责人。我希望你作为总部的战略总监，助力2期项目，成为2期项目和总部之间沟通的桥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陆启兰从来没有接手过这么大的项目，难免会出现经验不足的情况。可是蓝月总部不可能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去承担任何的风险，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既有新的思想，同时又有项目经验的人来替总部把控这个风险。出现任何的情况，随时跟总部沟通。所以你把我招进蓝月，就是为了当你竞选总负责人失败后的棋子，做你的眼线。上场如战场，谁不是一颗棋子呢？这就是你这个岗位的职责所在。如果今天竞选成功的是我，这个岗位依旧会在，蓝月和董事会也不会对2期项目放任不管，你大可不必多虑。如果说你真的没有这个能力的话，那个职位上的人不会是你。我说这个话就是希望你能明白，我并不是无人可用，只是希望那个人是你而已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你身上依然流淌的是我的血。未来有一天蓝月是我的，也就意味着会是你的。
怎么忽然想起来约我来这儿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我们好久没像小时候一样，一起这样坐坐了。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？还记得我们小时候，一有烦恼，就喜欢来这儿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蹲在这儿，蹲在这儿哭。不是这件事儿，你是不是要说一辈子啊？我能说我为什么不说？明明那时候年纪那么小，却有那么多烦恼。对呀，现在好不容易长大了，没想到烦恼更多。至少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坚持我们想做的事。你当年的梦想，不也在慢慢实现吗？功成名就吗？或许只是自以为是吧。你呢？善良的人。可能越简单的愿望就越难实现吧。江燕，我要进蓝月了。度假村2期项目组。陆西潇，别的原因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你。行。但有些事必须我自己去做。你们俩还要多久啊？哎，婉婉，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，要不我陪你一起搬过去？哎，不用了啊，我家里不缺打扫阿姨。是你家什么都不缺，缺心眼儿。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的宝贝小帆吧，没你这么好运，你还有个地方住。他日子的生活关我什么事儿？默默，那家里就靠你照顾了。去吧，放心吧啊。耶，帮他搬一下呀。孽缘，蒋帆这死东西，累死累活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混不上，活该。书房、客厅、洗手间在那边。我知道。怕你忘了。那我住哪？跟我住一间。怎么了？
你在吃什么药啊？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？不然呢？怎么会是因为爱你啊？旁人都问我怎么愈合，但只问离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天真总是用错场合，可悲的是我没发现什么。你脚步的慌张，是名为背叛的假象。你无声的回答，是推我坠入谷底的迷惘。你以为这样我们就扯平了？和我自己不安分的自己，跳着夜的舞曲，像抚平伤透的心。我看着我自己被捉弄的痕迹，想把爱摊开，却总是踩到玻璃。如果承诺不能逃避，如果真心不能放弃，剩我愈合我自己。旁人都问我怎么愈合，但装醉的人侥幸有什么用呢？期待总是用错场合，可悲的是我没拒绝什么。你脚步的慌张，是名为背叛的假象。你无声的回答，是推我坠入谷底的迷惘。我和我自己不安分的自己，跳着夜的舞曲，像抚平伤透的心。我看着我自己被捉弄的痕迹，想把爱摊开，却总是踩到玻璃。如果承诺不能逃避，如果真心不能放弃，如果真心不能放弃，剩我愈合我自己。早饭做好了。今天是蓝月2期项目启动大会，也是你总监特殊正式入职的日子。现在算的话，大概还有30分钟。我去换衣服。
今天是我们蓝月2期度假村蓝月云栖秘境正式启动的日子。这个项目对于公司来说是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，是标杆型的重点项目。我知道，在过去的几个月，大家从规划到竞标，克服了诸多的挑战。在此，我仅代表蓝月向参与项目的各位致以诚挚的感谢。小姐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第1天入池，还没有领到工牌。那你先登记一下吧，我帮您查一下名字。您叫什么？周婉。周是哪个周？周吴纣王的周。婉呢？学姐，这个怎么查不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才刚入职。您稍等一下啊。未来我们将以创新为动力，不可需求为准则，携手并进，共同步入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旅程。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期项目组的核心成员。抱歉，特别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首先呢，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项目总监陆西潇，小陆总。项目副总监兼总监特助周婉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婉。项目工程管理程芳。打断一下啊，蓝总。为了便于2期项目与总部的对接沟通，经董事会决定并且按照公司规定任命战略总监江烨先生进驻2期项目。好，江总监毕业于华清建筑系，曾就职于多家业内知名的这个地产集团相信他的加入一定会让我们2期项目如虎添翼。好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好。请进。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。我都不知道你会进2期项目组，你是骆总临时决定的，我只是听命行事而已。那以后就承蒙江总监的关照了。哎，下班要不要一起回家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你下班了先走吧。没关系，我等你。坐我车总比你打车强吧？江烨，我最近不回家。不回家，什么意思？周婉，不好意思怎么了，陆总监？你很闲吗？这么闲的话，给我冲杯咖啡去。好了，陆总监。那个江总监什么来着？他是陆总监
亲点进入蓝月的，这关系你都不明白？我就看不懂啊！哎，咱们小陆总是陆总的儿子，蓝总又信任小陆总，这江总监又是陆总的人，这是什么复杂的家庭商战大戏啊？看不懂正常，这里面门道深着呢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周婉才是个狠角色，她当初可是博兴建业的一姐，和咱们顶上那是争得面红耳赤。哎，如今来咱们顶上抱上负责人的大腿，还当上了副总监，那手腕才真是了得！天哪！上不上班了？聊什么呢？一个个没事干了是吧？我说你也是，他们几个在里面聊，你就这么听着呀？在职场这么多年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，理他们干嘛？陆总监，您的咖啡。